中国科学家用美国宇航局放弃的发动机设计方案，制造出了原型机，美国又输了一把。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据恒星网站报道，中国的一个研究小组根据20多年前美国宇航局华人科学家的一个大胆设计，建造并测试了一个高超音速飞行器的发动机的原型。那么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上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宇航局高超音速计划项目的总工程师提出了一个2级飞行器 TSV-X 飞机。这款飞机呢，采用2个独立的发动机进行驱动。据称呢，该发动机有2种工作方式，一种呢是以普通的涡轮喷气发动机的模式呢进行飞行速度较低的状态下的运转和工作，然后呢切换到高超音速模式。当飞机加速到音速的5倍或者更高的时候，该模式呢就变成了一种超燃冲压发动机。那么这种发动机没有旋转部件，因此内部非常简洁。那么这种双引擎方案的空气动力学的设计呢相当复杂，尤其是进气道，因为它要适合2种不同的发动机的正常工作状态。据外媒报道说呢，当时用一架无人机呢做了改进的验证。这款飞行器叫 X-47A， 由于存在着技术困难和成本偏高，美国政府最终于2000年年初终止了该项计划的研究。我国的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研发团队根据2011年解密的唐明翰的相关蓝图，研制了一款带有2颗进气口的原型机。那目前呢，这款原型机呢正在进行相应的试验。他们发现呢，发动机可以在一些具有挑战性的飞行条件下进行启动，正如唐明翰所预测的那样。而唐明翰的想法在很大程度上呢被美国政府忽略了。但中国的这款新型的高超音速飞行器的设计方案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那么前面说到，唐明翰的设想用了一款 X-47A 无人机进行了验证。那么这个验证，我个人看法是存在着问题的，当时不一定很成功，因为 X-47A 它的进气口是设置在机身的背部，那么它的进气会受到很多条件的制约。那么 X-47 无人机是一款什么样的平台呢？它是一种以隐身为主的亚音速无人战机。那么既然是亚音速的一个平台，你用它去测试高超音速飞行器的相关技术，特别是能够飞高超音速的动力系统，这里面本身就存在着很大的问题。我们知道，冲压发动机包括亚音速冲压发动机、亚燃冲压发动机、超燃冲压发动机，它们在零速度状态下都是不可能启动的。要想启动，必须带有初速，而且这个初速呢还不能太低了。相对来讲，亚音速冲压发动机它的启动容易一点，因此用 X-47 进行验证，哪怕是证明了冲压发动机能够接替涡扇发动机的工作，但是依然不能够说明问题。你必须满足高超音速飞行条件下2者的转换，才有可能证明这项技术是可行的。南航他们现在搞的动力系统应该是混合式动力装置，用一台涡喷或者是涡扇发动机作为启动的动力系统，以及低速飞行时的动力系统。那么这样的一个混合式动力装置，它的技术难点或者是技术关键在哪？在进气道。那么进气道的设计，因为它要满足不同动力系统的正常进气。那么从我们目前开发的这款动力装置来看呢，应该是涡喷和冲压发动机的组合方式，而不应该是涡喷发动机和火箭发动机的组合方式。那么如果用涡喷发动机带着平台起飞，然后呢飞到高亚音速甚至是超音速1倍到2倍，然后在此状态下启动火箭发动机，将它的最大飞行速度提升到超音速3倍、4倍、5倍甚至6倍，这样状态应该说从理论上讲是可以实现的。但这样的技术说不上是创新，因为它的技术相对来讲比较简单，容易实现，而且用纯火箭发动机作为动力系统存在着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它需要自带氧化剂，飞机的重量尺寸都会比较大。
研发的难点不高，但是呢，性能的提升有限，因此最好的办法是采用混合式动力装置，而混合式动力装置要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那么从外刊的相应报道情况来看，我们国家已经在不同的适合高超音速飞行器所使用的动力装置的研发和探索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有可能在某些领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因此呢，我们祝愿这个中国的科研人员能够在高超音速飞行器，尤其是它的动力系统方面取得重大的突破，从而助力我国高超音速飞行器的发展。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